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要来测量以及更换空调的电容，这个技能一定要学会，因为第一，有将近50%的空调问题都是电容老化造成的，所以学会就可以免去将近1半的机会在家当烧烤。可能有人觉得也还好，但是我这里夏天最高可以到达摄氏47度，所以我觉得要避免遇到这种情况。第二，这些电容一个平均大概$10，空调修理公司帮你换的话，价钱大概是150到$200，价差将近15至20倍，所以绝对不要花这冤枉钱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空调的构造。空调主要是分成2种，一种是一体机，通常架在屋顶上，然后是分离系统的，它会有一个空调机在地下室或是阁楼，然后会有一个冷凝器在屋外，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。空调机负责利用压缩和蒸发冷媒的原理吸收热量，然后转换的热量在冷凝器用风扇排出。如果是一体机，那就只是空调机和冷凝器都在同一台机器里面，而不是2台机器。由于冷凝器必须在屋外排出热气，所以一体机只会在屋外。我家是分离系统，所以我将以分离系统示范。不过我也会提供一些一体机的照片以及画面。开始之前记得关闭电闸。我们先从空调机开始，我的是在阁楼里，通常是2楼天花板会有个入口。进入后记得关闭电源开关，同时也要注意，就算关闭电源，电容也还是有残余电量的。如果没有把握，请还是找专业人士。我们把空调机打开，我这个前面就2个螺钉，用10字起就可以打开。第2块板子则有2个6角形的螺钉，下来之后，电容在左边。这个电容只有2个极，叫做 Run Capacitor。这个比较简单，所以我将会以冷凝器的电容示范。不过步骤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这边还要注意一点，空调机有时候在面板上会有一个开关，如果门没有关起来，把这个开关压进去，空调机是不会启动的。换完电容之后，测试空调工不工作时，如果没有工作，要注意一下，有可能是这个问题。我们来到屋外，我们先将冷凝器的电源断开。如果是一体机，通常也是有这种电源开关。冷凝器背面会有一块有标签的外壳，这个标签上有一些有用的数值，像这个48是以12的倍数为单位的，4倍代表空调是4吨的，1吨的空调可以制冷500平方英尺，4吨就是2000平方英尺。我的房子有2400平方英尺，所以这个系统就加了上下楼的分区系统，不然的话空调就会压力很大。不过分区系统也有可能会出问题，各位可以看看我之前做的有关分区面板以及主风板的视频。我们将这个外壳拆下来，我这个需要使用6角形的起子，每个空调都会不一样，就算是6角的也有可能不一样大，所以不要学我直接用这个空的转接头去下这些螺钉。我们把这个面板拆下来，电容在右边，它是有2个6角螺钉把一个金属圆环转紧来把这个电容夹住，把螺环弄松，电容就可以下来了。如果电容坏了，它通常会有一点鼓起来，我这个是好的，但是上面生锈蛮严重的，连上面的字都看不到了，所以就算它是好的，我也打算直接把它换了。我之后也会示范一下如何测试电容。我们先要知道应该买哪一种电容，拆下来前先用1字起把电容的几个极连接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把剩余的电量放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拔接线了。拔之前记得记好原来是怎么接的。这个电容除了上面有字以外， fan 的接口数量也不一样，所以不会很难记。把螺环弄松，电容就可以下来了。我们把电容拆下来后，可以看到它有3个极，这种叫 Dual Run Capacitor。上面的标签有一些数值，上面写着440 VAC、50、60赫兹、45+10 μF 正负 5%。这个数值并不是说55 μF 正负 5%， 这个代表45 μF 正负 5%， 从3个极的 Herm 到 Common 来供给压缩机电压，然后10 μF 正负 5%， 从3个极的 Fan 到 Common 来供给风扇电压。这个 μF 有时候会写 MFD， 它们是一样的。μ 就是 micro， 所以缩写是 M。这个电容有时候旁边会有一个比较小的电容，只负责帮助空调启动，叫做 Start Capacitor。我这个没有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电容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记下电容的数值。
我这个440伏电压只能用440伏电压的电容。我听说440伏的电容可以替代370伏的电容，但是反过来不行。不过我基本上都只会找一样的数值，所以我没有试过。50、60赫兹我也只会找一样的。电容的牌子并不重要，主要是找数值一样的。这电容的数值还有误差范围 5%。我的经验是你有时候会找到 6% 的，不过差这一点我的经验是通常没有关系。我这边也附加一些一体机电容的照片，有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。这个应该是2个 run capacitor， 然后其中一个极被多个部件共用，所以其中一个极上面的接线相对比较多。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 dual run capacitor 跟一个 run capacitor， 不过选择以及更换都是一样的方法。接下来我们测一下我新买的电容。我这边有2个电容，一个冷凝器的 dual run capacitor， 一个空调机的 run capacitor。我这边将介绍2种方法，不过其实只有一种方法有用。正确的方法是使用电容专用的电表。我们先使用电容测量器，这个一个大概$20左右，不过使用它你可以省下更多的钱。当你接上电容的2极，它会告诉你数值。如果数值在原本的误差范围内，那电容就是好的。测的时候我们看看，这个 run capacitor 是40 μF 正负 5%。这个 μ 跟之前看到的 MFD 是一样的 ，μ 就是 micro。我们在拿出电容后，记得用起子连接电容的2极，让它把储存的电量放掉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们使用电表的1极跟中间的 common， 然后将测量数值转到比要测量的电容数值还要大的测量区间，然后将2个夹子夹上2极，就可以得到电容的数值。这个测出来是 39.7 μF， 在 5% 以内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是 dual run capacitor， 这个电容的数值和刚才冷凝器里面的电容数值是一样的，45加10 MFD 正负 5%。它上面有3个极，只有一个接口的是 fan， 右边的 C 是 common， 左边的 herm 是压缩极。测量时介于 herm 到 common 之间，我们应该得到比较大的数值，也就是45 MFD 正负 5%。我们这边得到的是 44.9 MFD， 在 5% 以内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介于 fan 到 common， 我们应该得到比较小的数值，也就是10 MFD 正负 5%。我们这边得到的是 9.9 MFD， 也在 5% 以内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另一种方法是使用3用电表，使用测量电阻的模式，把测量的电阻值调到最大。当电容开始对你的电表充电时，电阻会持续增大。这种方法只能证明电容还是能充放电，并不能证明它还在误差范围区间，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当我们确定电容是好的，我们按照把旧电容拆下来一样的接法，把新电容装回去。把断开电源打开，测试一下空调是不是正常运作的。没有问题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